一个农村的女厨师做菜得有多好吃，让总统都想尝一尝她的厨艺。商量菜谱的时候，更是把会议推迟了1个小时，从而把整个总统府的人急成了热锅蚂蚁。这个真人传记改编的故事发生在法国，身为厨师的凯瑟琳因擅长传统风味，在厨界小有名气，且深受当地人的喜爱。然而她某天突然被朋友推荐去应聘一个重要的岗位，但此时被接走的凯瑟琳怎么都问不出事情的细节，只看出对方一副10万火急的样子。交通工具和对接人换了一遍又一遍，心中的不安全靠对朋友的承诺撑着。好不容易来到他们口中的爱丽舍宫，凯瑟琳还没喘匀气息，眼前的人这才告诉她是要给总统提供餐点。看到对方不像是在开玩笑，她深吸了一口气，说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但自己的手艺都是从母亲那学的简单家常菜，怕是难登大雅之堂。No。不料对方却高兴地表示总统就是好这口。随后凯瑟琳又被另一个人领走了。男人一边带路一边介绍这座宫殿的情况，说这里的厨房由24人组成，每天提供200道菜品，厨具都是铜制的，大家收工后要花2个小时细心擦拭。正想介绍主厨给他认识时，人家连正眼都不打算瞧一下，刚好碰到的副主厨也是扭头就离开。看来这个男人的战场十分看不起女厨师，但所有人怎么也想不到凯瑟琳日后将会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走过一条又长又闷的通道后，是一间地下室，这里将是凯瑟琳的独立厨房。给她分配一个糕点师作为助手时，一名管家随后也赶了过来。幸运的是，分配的这2个人对凯瑟琳都比较友好。管家带凯瑟琳去熟悉环境时，说起了以后工作要注意的事项。总统餐前2个小时确认用餐人数后，由厨房列出菜单，再返给总统秘书定夺。听着管家没完没了的介绍流程，头痛欲裂的凯瑟琳终于打断了他，表示抱歉后问道：总统喜欢或讨厌什么餐点？至今都没人说，那总该让我去和总统见一面吧？管家连忙回答：这是不可能的，总统想见你自然会通知。所以学了1天礼仪的凯瑟琳到目前为止，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却仿佛又不知道要做什么。好不容易等到饭点，想和大家熟络一番，不料身边的人都是污言秽语和满脸轻视。被气饱的凯瑟琳随后便跟助手吐槽，说那帮人全是大男子主义，明摆着看不起女厨师担任重要的宴席，可不融洽的关系也将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麻烦。这天收到通知要做6个人的餐点后，凯瑟琳连忙来到食材区挑选食材，在完全不清楚客人口味的情况下，她也非常注重这次发挥，一边搭配眼前的食材，一边讲述烹饪手法，这是她一直以来的习惯。管家想记录的更详细时，凯瑟琳连食材的产地都介绍了一遍，因为这方面也是她的爱好。整理好所有的食材后，2人也开始了紧张的制作。但凯瑟琳现在还需要一块绿布操作一道工序，于是便让助手去主厨房那边借。听到要用绿布做包心卷心菜，对方一番嘲笑的话随口就说了出来。而主厨对助手也是一顿讥讽，说这里不是杂货市场，需要什么厨具让你家主子去申请。凯瑟琳听到回话后只是叹了一口气，随后说自己要出去15分钟，让助手在这期间调制一份奶奶式奶油。还没来得及问清楚情况，凯瑟琳就急忙的走了。C'est quoi une crème mémé? C'est vous le pâtissier? Mémé, ça veut peut-être dire grand-mère? 也许正是资质尚浅的原因，那个助手才会被甩出主厨房吧。好在助手遇到的是有耐心的凯瑟琳。回到住处接通电话后，他边教助手调制奶油，边找自己带来的绿布。而这些突如其来的困难，并没有消减凯瑟琳对制作上的热情。绿布上铺一层烫软的甘蓝后，再贴上一层鲑鱼片。他一边循环操作，一边讲述过程时，助手把调好的奶油端了过来，想让凯瑟琳尝一下味道对不对。Exactement celle que me faisait ma grand-mère. Bravo. 有条不紊的摆好牛肝菌炒蛋，用料汤炖的主食也好了，把整个甘蓝切成6份的同时，泡芙蛋糕也挤上了奶油，一片片甘蓝包裹着层层鲑鱼肉，再配上清烫的带秧胡萝卜，苏格兰鲑鱼酿甘蓝就完成了。看着精心烹制的餐点及时送入宴会厅，凯瑟琳此时真想看到总统用餐的表情。在餐具收回来时，她连忙询问哪个餐盘是总统吃的，这让服务员感到十分错愕。不过管家这时上前描述了起来，说总统惊讶地切掉秧苗，吃掉一根胡萝卜后，又将秧苗插起来看了看，然后高兴地吃了下去。Un bon point pour lui. 这次试探性做出的菜肴，不仅让凯瑟琳胜任了私人主厨的职位，还被他感知到了总统的喜好。第2次尝试时，他做了酥皮包牛里脊、开心果牛轧糖馅饼，一道道会心并努力制作的菜肴，很快便得到了总统的肯定。于是总统在一次出门前腾出了10分钟，想和自己的私人厨师见面聊聊。所有官员和随从被通知后瞬间慌了，当即把原定的会议和出行都往后推了10分钟。而此时的凯瑟琳向总统表示，希望能得到一个方向，自己才好确定做哪种菜肴。
总统真诚地说，只要简单就好。以往那些精雕细琢的菜品，都是自己讨厌且没有意义的装饰。有时那些为了好看的饰品，差点把自己送走了。À la fin, j'ai dû pondre une note écrite pour m'en débarrasser définitivement. Tenez, par exemple, j'ai adoré la brouillade au cèpe que vous m'avez faite le premier jour. Si vous me faites une cuisine comme celle de ma grand-mère, je serai tout à fait heureux. 从言谈上可以听出，总统对吃这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众人不知所措时，已经过去了35分钟。两人从菜品又聊到了菜谱，好不容易等到谈话结束，安排也刚通知下去，凯瑟琳突然想到什么，又回去了房间。所有人仿佛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愣在原地。原来凯瑟琳想用老家的一些家禽和食材，让总统吃到更贴近家常菜的味道。这个请求总统当然是欣然答应了。这次谈话也让凯瑟琳的地位有了新高度。某个官员本想指责他一番，可还是没胆拦下急忙离开的他。不过凯瑟琳是真的很忙，她要让叔叔在老家采新鲜的牛肝菌，还得像韭菜这般大小的，然后又联系附近的农户，亲自到田里挑选清香鲜嫩的时蔬。这一切只为了呈现回味无穷的菜品，给总统倾尽心思的做每道菜，也让凯瑟琳享受到了施展厨艺的成就感。长时间的指导和熏陶，助手的手艺也在日渐精进。而凯瑟琳和总统见面也成了常事。不过总统这次不是聊菜谱，而是要让凯瑟琳负责几天后的家宴。为了呈现更多垂涎欲滴的美味，凯瑟琳特意收集了这年的第一批松露，在准备食材的期间还陪着他人规划工作。看到一个熟人经过这里时，他连忙走出来打招呼。当初正是这个厨界主席推荐他来应聘的，所以想和朋友寒暄几句。即使现在其他人有意见，也不敢再多嘴一句，毕竟他现在是总统面前的红人。凯瑟琳白天应付流程，晚上还得商量菜单。为了一道失传的菜品，他还特地找人编了一张草径，按照菜谱尝试制作，失败时就多次向书中的传承者请教，做出来的感觉不对，就再次确认操作的顺序。不过讲述方法的那个老人家差点没把两人气得晕倒下去。在助手坚持不懈的尝试下，做出来的味道也几乎对上了感觉。家宴菜单被确定的这天，凯瑟琳也信心满满，准备要大展身手。可另一边的厨房不乐意了，因为他们只负责一道结尾的菜品。感觉耻辱的主厨很快就找了过来，还满嘴脏话的发了一通脾气。凯瑟琳追上来想说明其中的缘由，主厨却认定这是他的一个诡计。随着误会而来的是菜单中的奶酪被质疑热量过高，而这道食物刚好是两人绞尽脑汁要做的。助手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重新烤制后，这份配了鹅肝的奶酪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吃。可就在这天晚上，管家收到消息，说奶酪已经确定被人从菜单中去掉了。凯瑟琳此时感到了万分的痛心。Le président est au courant? Franchement, ça m'étonnerait. 分享美食的热情突然被浇灭，凯瑟琳心里有种莫名的惋惜。不过隔天心情又恢复了开朗，还调侃两个过来的新帮手平时要叫她的全名，别跟着主厨房那边称呼她为杜巴里夫人，因为这名号在上世纪是国王的宠妃。Vous voyez ce que c'est, une favorite? Non, madame. C'est la maîtresse du roi. Sorte de putain. Bon, au travail, on s'y met là? 在准备充足的情况下，一道道菜肴也相继制作完成。当用餐结束，管家回来时，凯瑟琳想知道楼上的情况，管家表示没有听到什么评价，不过随后把他带到了总统面前。Je tenais à vous féliciter pour la tenue de ce déjeuner. Et le déjeuner a été l'occasion d'évoquer une foule de souvenirs d'enfance. Je m'en serais voulu de ne pas vous remercier. 总统当面说出的一番好评，让凯瑟琳深深感到了自豪。后来总统送给她珍藏的菜谱，更让她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可伴随赞扬和羡慕而来的是他人越来越强烈的嫉妒和敌意。因为追求上等的食材，凯瑟琳的支出远超了财政的预算，其中的托运和亲友帮助更被质疑为私心。接踵而至的是她的菜品被营养团队认为含质量太多。之后凯瑟琳列出的每张菜单都被否掉一大半。性格一向直来直去的她，终于来到了主厨房，打破这种紧张的氛围。Et si j'étais pas une femme, j'aurais déjà foutu mon poing dans la gueule. 从一开始的难以相处到后来的孤立，凯瑟琳逐渐意识到，这个宫殿也是权力纷争的战场。而总统这晚独自来到地下厨房，是想借着嘴馋松露的理由，要跟凯瑟琳聊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说知道他最近被人找麻烦，但自己同样也有对着干的人。L'adversité. Personnellement, c'est l'adversité qui me tient encore debout. C'est un piment. Vous me comprenez? 从这段话中能感受到，总统的权力其实也是受到制衡的。那番倾诉也让凯瑟琳心里有了一个决定。在总统某次出远门的时候，他选择了辞职，而这也应该是理想的结果。于总统而言，厨艺不能尽情发挥是一种遗憾，
对凯瑟琳来说，心中的梦想还等着去实现。后来，凯瑟琳来到了南极做厨师，因为这里可以赚到10倍的报酬。她本想孤傲的辛苦干1年，没想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在相处中也慢慢的了解了凯瑟琳的故事，从生疏到崇敬再到体谅。1年的时间让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女大厨，还在凯瑟琳离职前办了一场欢送会，并表演了国王和宠妃的节目。一开始看有些伤口撒盐和取笑的意思，但仔细体会是大家想让凯瑟琳直面以前的绯闻。这番好意也终于让她把那一页翻了过去。而他的梦想是在新西兰拥有一块种植园，以此来继续追求自己的美食事业。他知道自己想过怎样的生活，才会做出令人难忘的菜肴。心中有梦，何惧艰难？洋溢着热情追逐梦想和施展才华的一路上，散发的光芒不仅照亮了他人，自己在前进的路途中也不会感到迷茫。让我们一起加油吧！